大概从去年新青安上路到现在，房价已经整体上升了大概10%。对，在个别的地区甚至是涨更多。那比方说，尤其是以都会区小宅为主的物件，现在真的是卖到供不应求。对。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让我身边的人都过得很好。只要够快乐，我觉得你就很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高房价一直都是台湾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哦，政府也一直高喊说会努力的打房。不过就在去年呢，政府推出了新青安房屋优惠贷款政策，却再度的点燃了房市，带动了房价。政府到底在干嘛？新青安是帮助年轻人买房，还是让炒房更严重呢？为了更深入了解这个议题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NGO 组织 Ours 都市改革的朋友洛叔一起来聊聊。那强者我朋友强在哪呢？首先 ，Ours 是台湾关注都市居住议题的非营利组织，已经成立了将近35年，促成了许多有关居住正义法规的修法与立法。今天呢，我们会来问问洛叔，台湾的房价到底还有没有救？新青安政策真的可以帮助到年轻人吗？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寻找工作机会吗？那就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招募资讯了。除了经营志祺七七频道，我们简易设计还横跨了动画制作、网站设计、社群营销、线上课程、幼教绘本等多项领域。团队当中更有许多厉害的专业工作者。现在我们想要招募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团队，一起前进。这边也分享一下我们公司正职同事们普遍都很喜欢的3大福利制度。第一，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大家一起放福利假。第二，可以弹性的选择居家远距办公，让你省去大量的通勤时间。第三，你可以自己调整上下班的时间点，打造最舒适的工作节奏。那除了正职职缺哦，我们也还有各种兼职接案的工作机会哦。如果你有兴趣，那就赶快到资讯栏点击连结，看看详细的职缺内容吧。那就请洛叔先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吧。志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洛叔。好，那今天除了我们以外呢，镜头外还有我们的企划洋洋也会一起来跟我们聊聊。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想请洛叔跟观众介绍一下，最近很多人在关注的这个新青安贷款到底是什么？新青安其实是财政部在去年7月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对原本的青安贷款的精进措施，所以叫新青安。那原本的新安贷款是在2010年的时候上路的，那它最早的时候，它的贷款额度是500万，然后限制是30年，对，它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一个贷款补贴政策。但是后来其实有不断的在被调升，包含就是在马英九时期，其实那时候房价就已经更高了，所以他们就调升了更高的额度，到了750万，到了800万。那到了去年的时候，他正式的是把它提高到了1000万，贷款的年数最高也从30年变到40年，那宽限期从3年变成5年。那政府还额外的再去补贴1码的利息，就是 0.25% 的利率。对，那加上原本公股银行补贴的半码就是1码半，但实际上今年3月因为央行升息的关系，所以政府现在实质上补贴的是2码。2码这个概念，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是不清楚的。2码大概是怎么样子的量级啊？对于政府来说，它需要补贴的金额，这3年之内会从大概50亿增加到75亿。哦，那差很多。对 ，OK。刚刚讲到像新青安这样子的这个房屋贷款优惠政策是一直都有的嘛？对，为什么他要推出这样子的一个优惠的政策？最早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高房价，就是因为大家买不起嘛，买不起我就借给你更多，借给你更长的优惠，让你买得起。那其实就跟美国迈入的那个学贷其实是一样的，对，就是因为他们的学费很高，所以他必须要有学贷，不然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念大学。因为能够想象，就是这个头期款非常非常的沉重，而且贷款后面的压力也很大。那感觉上有点像是一个利益良善的政策。如果房贷的优惠政策一直都有，那为什么这个新青安引起的争议好像是会特别的多？因为必须要去看到过去这几年来房价的整体的涨幅跟状况。一来是疫情之后，房价其实是不断的在上涨的，所以那有越来越多人买不起房子，那租金也不断的在上升。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当然就是觉得你应该要去管控的是，比方说像利率，或者是空屋，或是租屋相关的改革，来去让台湾的整个居住环境变得更好，不应该把资金一直都往房地产的方向去投入。但是新青安在去年公布的时候，它其实是跟过去这几年陆陆续续的改革之间的一个冲突跟打架。怎么说？比方说像2021年的时候，房地合一税 2.0 修正通过。房地合一税 2.0 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就是它其实打击的是短期交易买卖。对，比方说你买了房子100万，1年之内你就把它卖出去，卖200万，中间算的100万里面，你有45%必须要拿去缴税。
在2021年的时候，房地合一税的这个年期被拉长了，就是它在2年到5年之间，如果你转卖的话，就需要付35%的税。对，超过5年就是20%。那新青安的宽限期刚好就是5年。OK， 对，所以它直接的避开了房地合一税原本的那一块。如果现在用新青安买了房子，那这5年内我用宽限期缴，我可以缴比较低的钱，甚至可能比我的房租还要更低。对，那5年之后我也过了房地合一税最重的那2个税期了，我就可以到时候再把它转卖掉。对，所以它对过去的政策是会有一些解消的，比方说还有像平均地权条例的效果也因此被解消。那平均地权条例原本应该是这几年最大的一个打炒房的一个措施，它打击的是包含像是预售屋转售以及各式各样网络赖群等等的对于价格上面的哄抬跟炒作。对，还有包含登录的强化、政府查核机制的增强等等的。2023年1月平均地权条例通过之前的半年，其实房市就已经开始预期性的转冷了，预售屋的转售数量开始大增，投资客开始在清空手上的存货，对，然后不从建商那边进货了。但是到了7月、8月新青安上路之后，政府其实释放出了一个很明确的讯息，就是说 OK， 我前面虽然做了很多的打击措施，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带到更多的钱去买房。对，那这件事情其实让整个市场忽然意识到，就是说，没有，其实新政府的态度跟过去这几年是不太一样的。这代表在房市稍微冷却的这段时间，对于政府来说是有压力的吗？我觉得一定会有来自建商这边的压力，因为去年的平均地权条例它的通过是非常艰难的，几乎所有的建商都反对。对，那时候你们应该看到铺天盖地的新闻。对，那新青安它其实我会认为它是一个对于建商的另外一种安抚。对，因为新青安它其实也可以去解消掉，比方说建商的余屋，原本它卖不掉的这些房子，因为过去他们盖了很多的房子，但是未来陆陆续续完工之后，这些房子到底由谁来买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不确定。那如果一旦这个地方卡住了，就会造成泡沫的破灭。新青安其实就是一个把泡沫持续的稳固住，然后甚至再把它吹大的一个政策。这样我刚刚听的时候觉得有点想不太通的点，市场上面的确有很多人在炒作，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这群人他的炒作的空间压缩的少一点点。然后另外呢，也有一群人像我们这些是年轻人，我们第一次要购买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本。那这2个政策它是一定会产生这么大的冲突的吗？其实不一定，因为各国都有房贷补贴相关的政策。对，其实这个是各个国家都有的，只是控管的力道、强度不一样。所以应该说，房贷补贴政策它一定会有支撑房价的效果。OK， 对，但是这个支撑房价是不是一定就会让房价被上升？这个其实是不好说的，因为它可能会去影响到，比方说市场信心以及其他的居住市场的健全程度等等的。比方说，如果我们在一个假想的国家里面，它也推出像台湾这样的新青安方案，可是它的租屋市场是健全的，它的社会住宅是多的。对，那它可能引起的影响并不会这么的大，对房市的提升也不会这么的大。那另外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有些人说我现在是没有那么多的钱，政府带给我更多的钱，帮助我去买房，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去看各式各样的数据，大概从去年新青安上路到现在，房价已经整体上升了大概10%。对，在个别的地区甚至是涨更多。那比方说，尤其是以都会区小宅为主的物件，现在真的是卖到供不应求。对，它很多时候都只能去买到预售屋。这个具体来说，它到底是差了什么？刚刚有没有讲到它的那个青安的贷款，它其实是慢慢的增加嘛？我能够想象说，30年跟40年差很多，但是这个额度上面的影响，它其实只差了200万，但是这200万就会影响很大吗？还是不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影响很大的是，第一个它会有一个定锚效应。OK， 对，尤其是破1000万，对很多人的心中其实是跨越了另外一个坎。对，那1000万以下的小宅这件事情，它在未来会越来越减少。对，这个是一个。那再来是说，面对很多都会区的房子里边，其实1000万你也买不到足够好的房子。对，所以他还是必须要去银行去增贷等等的。对，那这些过程里，他们就会觉得说，反正我既然都已经使用新青安了，我就捏一把，我就再上去了。对，它也会产生这样子的效果。我现在脑中的一个困惑会是，因为它其实只有从800到1000，这边差了200万，那以前就没有定锚吗？从我的感觉上面来讲，我会觉得要讲说，因为变到了1000，它的定锚效应就突然被放得那么大。
我会有点困惑所以我觉得要解释到这一块，不然的话会很难让大家觉得说，对，就是这个政策，所以造成了这么大的现在房价可以这么快的上升。对，因为以前有800的时候，并没有像现在有那么大的讨论度。回应志祺的问题，我想大概用比较简单的3个点来去判断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它很吊诡的，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没有人真正知道说为什么多这200万，或是多这10年就变得这么的严重。我相信政府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对，所以它对市场为什么会造成了这一种像是蝴蝶效应的影响，我大概有想到几个点。第一个点当然就是你刚提到，就像通膨，对，通膨的确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通膨之下，你的债务会贬值，但是资产是会上升的，对，所以买房抗通膨，而且买房它有储蓄的效果，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对，因为即便很多人说他不想要透过买房啊来去炒作啊赚钱转卖，可是至少都会期待它是有一个储蓄效果的，有保值性，对，有保值性的一个物件。那第二个其实是过去这几年的租屋市场其实变得越来越糟，因为随着疫情之后的房价上涨，那原本买不起房的人他掉下来，掉到了租屋市场，跟原本租屋族抢房子，对，那变得说租金不断的在上涨，而且也开始就是很多人被迫要去搬到更破、更小、更远的租屋处。对，那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他们会很期待其实有一个政策来帮他脱离这一个困境，对，希望可以上岸。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心理预期，就是虽然我们自己都知道说政府的很多政策是彼此矛盾的，他们其实也并没有面对真正的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其实就新闻报道上面来说，其实陆陆续续都可以看到政府不断是在说查核啊、查逃漏税啊，然后打炒房啊等等的这些事情，其实政府不断在新闻上面都说他有在做这件事，加上平均地权条例那个时候吵得非常的大声，所以就一个一般想要买房的民众的角度来说，他会怎么想这件事情？他会想的是说，过去这几年涨得也太夸张了吧？那政府现在又陆陆续续推出了打击的政策，虽然是比较滞后，可是应该也可以让我在2023年下半或2024年买到一个价格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房产。对，那是当7、8月新青案出来之后，这个幻想就彻底破灭了。新青案出来之后，房价开始不断在涨的时候，大家就开始那种恐慌性的效应就出现了。就是如果我不买，我就再也买不到，未来就会更贵。但我有个尖锐的问题，在看这个新青安政策的时候，会觉得它确实就是一个炒房政策吗？对于炒房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也要进入这件事情的定义嘛，因为一定不是说我买了房子之后转卖有赚，这个就是炒房嘛，对，这就是所有人都是炒房。对，就跟我不会买一张股票卖掉，就是赚了一个便当钱，我就说我在炒股一样。投资客跟那个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我要不断的去进货，然后用这个事情去卖出，有点像是说我去买演唱会的票，但是我不能去，我转卖给朋友，跟黄牛之间的差别。对对，我觉得炒作是要比较严格的去定位这件事情，不然的话的确就是这样说，所有人都在炒房，而且很多人都是在不自觉的状况下炒房。就是我这个时候我就是买进了这个商品，那之后卖出的时候市场价格就是这么贵，对，那这个其实是不构成炒作的。但是新青安这个政策，它是不是有可能会促进炒作？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因为会有投资客，他比方说透过不管是人头户，或者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他可以进到了更多的货，用更高的杠杆，然后来再去做转售，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对。那我觉得听到这边的时候，好像觉得说新青安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政策，但是这让我想到政府曾经说新青安是居住政策的一环，然后它可以健全这个住宅的租售市场。你会认同这样子的说法吗？我后来去看了行政院的那一份新闻稿，他说健全租售市场应该是指说政府长期都在健全租售市场，但是新青安这件事情它尤其是针对是售，因为新青安不能租嘛。对，那新青安认为说它是引导房市进入到自住的刚需市场里面，因为它不让你出租，对，所以他觉得说现在核贷的这5万多户的新青安，我透过这个政策帮助了5万多个家庭买到了房子。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借钱要还这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在房价非常高的时候，那你借更多的钱让他还更久，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有降低他的负担吗？我有一些认识同龄的朋友，他们用新青安的时候，我其实都不会去阻止他们用新青安，因为我也不知道未来房市会长什么样子。对，那用新青安的时候，他们都会说他们真的在签下去的那一刻都感到非常的恐惧。对，因为我未来就要背上30-40年非常高额的贷款，那这段时间里边我最好都不要有什么样的家庭的变故，房市也不断的持续的上涨是比较好的。
所以这其实也是政府他想要推动新青安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过去我做不断的打击炒作的这些方式，虽然从我们的角度看力道都不足，但是他们觉得他们都有做，而不管怎么做，过去这几年台湾的房租跟房价都不断的在上涨。对，那青年不满，建商也在骂，他们现在想说，那从政府开始做起，就是我换一个思路，从居住正义变成资产正义，就是让大家都买得起，对，大家都加入了这个游戏之后，就没有人在抱怨房价高了。就是当我上车了之后，大家都希望它涨，对，大家都希望它涨，就像搭公车一样嘛。我搭上去之前，我希望它每站都停；我搭上去之后，希望它一路畅通啊，希望让更多人加入这个游戏。这个思维其实是从90年代之后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在思考的，不是全世界，而是说，当然有些国家不是啊。对，台湾其实尤其特别，因为台湾的房产自有率真的太高了，不管是欧陆国家，或者是同样身为亚洲的日韩，他们其实房产自有率都没有这么高，他们的租屋市场的规模都会比较大。对，那台湾把房产自有率作为追求目标是从90年代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大家觉得说那时候买不起嘛，都要买房。这件事情一直是到大概21世纪之后，我才开始提出多元的居住想象，比方说社会住宅，比方说租屋市场你应该要搞好，应该要分散大家居住的这些选项。但是现在看新青安这件事情的加强，它其实是把大家又往自有率的那一条路继续去走。对，它好像充满着一大堆矛盾的现象在这个房屋的市场里面。另外也有想到一个有点矛盾，就是好像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我看到很多人会讲说，空屋率其实明明很高，但是房价却也很高。这个东西是真的很矛盾的事情吗？是真的很矛盾的事情，这个也几乎是台湾特有的。是哦。对，因为像是现在当然韩国在跌，可是韩国前几年在涨的时候，他们的空屋率是低的。首尔地区在疫情期间的空屋率只有2%。对，那国际上面对于自然空屋率大概是3%到5%之间，因为总会有些房子它破旧不堪住，或是我要换等等的，本来就一定会有大概3到5%的自然空屋率。那台湾的话，大概是2020年的普查是18%。18%。对，那扣除掉一些所谓偶尔自住的空屋，就是那种乡下的州处啊、垦丁的度假宅，大概是13%，有2/3集中在6都地区。对，那如果是5年以内的新房子，它的空屋率是高达37%。所以因为空屋率的关系，所以之前才会提到说，这个持有成本太低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的，所以为什么说台湾是特别的？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如果它的空屋很多的话，那根据供需法则，我们的房价即便没有下跌，它也不应该再持续上涨，因为你的供给是非常多的，甚至2021年的时候，我们那一年的建造数量首次超过了我们新生儿的数量。建造数量超过了新生儿的数量。对，对，所以台湾的房子未来一定是没有人住的。对，其实现在的现有的住宅存量就已经超过我们的家户存量了。就是把台湾所有的房子平均分给每一个家庭，每个人都会有，而且还会有剩。哇，到底现在为什么这个空屋率高，房价却还是很高啊？其实主要就是对于空屋的持有成本并没有去处理它嘛。政府它过去我们说它的打击炒作的这些说，他们都是所谓的打炒房不打房。比方说打击你短期的交易买卖，打击你红单的转让，打击你预售屋契约的转让，所以它的目的都是让你已经买了第3间、4间、5间的人不要再去买更多，但是你已经买了这么多的，他基本上拿你没有辙，所以他不太去动持有成本这件事情。对，尤其是空屋的持有成本。所以虽然去年过了囤房税 2.0， 但是其实财政部自己也无法估计说他对空屋释出的效果是如何嘛。那其实我们都说效果一定会很糟，因为财政部自己在评估的报告里边讲说，囤房税 2.0 对多屋者每年增加的税额大概是3500到6200元不等。那真的是超低的。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提出的是应该是针对热点课征非常重的中央空屋税，至少都会区的这些空屋它必须要被逼出来。对，这样子对于整个租售市场才是更有帮助的。但是它一定就会得罪到很多已经持有很多房子的人。对，那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又不希望课这样子的税的话，最后的解法就是我带给你更多的钱嘛，让你去买更多房子。新青安的整个政策的思路脉络其实就是这样下来的。它其实还是延续了过去蔡政府的整个施政模式，就是我尽可能的不要去伤害任何人的利益的状况底下，去帮另外一些人给他们一些福利，希望对于社会大众的每一个阶层都是讨好的。对，但是房市发展到现在，其实你也想要做完全讨好的这个政策，在现有的结构下面已经不可能了。照理来说，新青安它是不会造成这些民怨的，因为它就是花
花钱帮助你买房嘛，我提高了额度，提高了年期，你为什么骂我呢？对，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这些因素，它造成了比方说租屋市场跟整个社会住宅在没有被改善的状况底下，而空屋也没有被释出，那我们就带了更多的钱去让很多人他必须要很恐慌的去抢着买房，对，那这个其实才是造成民怨的关键嘛。从政府在新青安的他整个评估报告里面，至少在3年的宽限期里面，他可以帮每一个贷款户可以省下大概11万左右的利息，对。但是如果你买的房子大概差不多是1000万或者是700万800万的话，当房价往上涨了10%的时候，其实完全就把这一些你拿到的优惠都把它抵掉了嘛，对。所以其实新青安真的用下去之后，就是有很多人他抱怨的是说，他发现他有了新青安之后买的更贵了，或者更难买了，那现在造成的这些乱象，目前有什么方法是可以修正的吗？其实政府他在最近已经开始做一些修正了，他们也开始注意到这些政策有些粗糙的地方，所以他们现在第一个他会去找你是不是投资客，他们的方式就是看你过去的整个交易的买卖记录嘛，再来是他也会去更严格的去看你的金流啊、审查之类，是不是你本人付款等等的。但我觉得其中一个比较关键的是，他现在就变成只限一次。我非常的惊讶，就是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纳进去，因为新青安它虽然说是首购族可以使用，但是它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首购，它只要是名下没有房子的人都可以用，所以我买过房子，但我卖掉了，我现在名下没有，我就可以用。对，所以我就可以不断的反复当人头户，这条路现在已经被封死了，就是新青安你就一个人就只能用一次，所以你要当别人的人头的时候，你就要比较谨慎的去思考这件事情。我会觉得接下来政府或许还可以再去做的事情，第一个是真正的去限制首购族，不是你没有自有房子的人就可以去用，而是你是真正的没有买过房子的人，对，才可以去使用。再来是我会觉得也可以按区限额，比方说这个政策你说是要帮助年轻人买到自有的房子嘛，是不是某一些物件超过一定金额以上的就不能适用新青安？对，现在有些人会买到什么2500、3000的房子，但是他其中的1000用新青安贷，其他用房贷的，这样的物件可不可以排除新青安？可是这样子的话会造成的问题，可能它要分地区啊，因为例如说台北现在真的是随便都超级无敌高，所以它是要分区限额的。比方说台北地区的新青安适用在什么样的额度以下？对对，像是我们过去在豪宅税啊，或者是说在整个信用管制上面，其实都可以去做出这些分区的模式。对，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去限制它的房贷的收支比。对，就是说你要真正贷给有还款能力的人。对，那房贷收支比其实就是你的收入减掉你的日常开销之后，跟房贷之间的一个比值。对，那这个比值的话，在过去商业银行在做40年房贷的时候，通常都是抓60%，就是你的房贷收支比要在60%以上。对，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还款模式。会觉得说新青安如果在大的政策上面它已经推行了，而且政治上很难撤回，那至少在限制首购族跟限制某一些物件跟整个紧缩的部分应该要去加强。那另外一面是除了新青安以外的问题，就是说你新青安这个地方你放宽了，但你其他地方你有紧缩吗？比方说我们刚刚在提到的空屋税你要做吗？对，有一些新青安相关的解决的措施或者是它的配套措施是在新青安之外的，这个也是有可能可以去弥补一些新青安所造成伤害的一些过程。但我最后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我想要问若书说，对你来说居住正义的目标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像现在这个让更多人有办法买房，你认为是居住正义底下必要的一个目标吗？我会觉得居住正义应该是多元的选择，因为现在的人其实基本上只有买房这一个居住选择而已，应该说不会有人自愿去租房子。你说在台湾还是世界都这样？在台湾租房子的人通常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买不起房。对，不会有人是说我买得起房，但是我的生活习惯我喜欢租房子，所以我选择租房子，很少会有。但是欧洲是有的，日本是有的，美国也是有的，对。但在台湾这样子的人几乎不存在，因为我们的租屋市场的保障实在是太不足了。但这也意味着很多人他必须一定要买房，才可以获得稳定的居住选项。那这样也造成就是说，如果你不买房，你就不可能稳定居住，它也是推升我们房价的一个关键。这件事情它既可以住，而且还会不断的在被推升，它就造成了所谓有土私有财的传统观念嘛。有土私有财好像从我们阿公阿嬷
的那个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有，但是我们的时代明明变迁了这么多，对于各式各样的议题的想法都变得不太一样，可是有土斯有财好像不断的停留在我们的 DNA， 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并没有给其他的选项一些合理的空间。所以我们对居住正义的想法就是多元、可负担、有保障。那回到新青安的这个政策，我会觉得说，如果政府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其实它有对租屋市场做出了相当大程度的改进，就让租屋成为了一个真正稳定的居住选项，而房市也是一个相对和缓的状况底下，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他买不起，政府可不可以花一些钱或是编一些预算去协助他？就在过往的政策里面，这其实是可行的。对，但是现在看起来其实是房价不断的在上涨的时候，你其他的部分都没有顾，你带给更多的钱给民众，那民众他除了这一条路以外，他没有其他稳定居住的选项，他就会更恐慌性的挤到这个市场里面去，造成价格在提升，而他的整个资源甚至又排挤到了社会住宅的新办资源，跟我们对于整个租屋市场改革的关注度。对，所以这个政策它在现在台湾当前的时空背景底下，我会说它带来了很多的坏处，但是如果我们抽空来看，把新青安的这个制度直接列出来说，它是不是就一定是一个坏的政策？或许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台湾，它不一定是一个坏的政策。更有趣的就是说，那如果是在那样子的平行时空的台湾，还需不需要新青安？或许那个时候是不需要的。那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这一期的观众分享的呢？新青安这个政策，它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可它其实也是回应了民间对于居住稳定的一个期待。对，那只是对于这个稳定的期待，我们觉得它用了一个很粗糙、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房价高就带更多的钱给你，带更久的钱给你，丝毫不管其他的一些负面效应。即便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方向都还是希望往稳定居住的方向前进。所以在新青安之外的购屋市场的改革、跟空屋的改革、租屋市场的改革，以及社会住宅，不管是轮候制或是土地取得的问题，我觉得在政府的角度上面，它都必须要被更加强的重视。所以现在对于新青安的讨论，我觉得是有一点过量。比起新青安这件事情，其实更严峻的是，台湾还是不断的在卖土地，在盖更高价格的房子，或者是说在租屋市场上面还是面临到各式各样不健全的问题，包含在电费上面的，在各种租金补贴可以申请等等这些权利上面，我们都还是缺乏。所以我会希望说，如果关注这个议题的话，其实不只是新青安，它只是一个问题，刚好就像痘痘突然长出来，但你要去看一下其他的地方。对，那新青安这个政策，我只能说在台湾现在的这一个时空环境背景底下，它的确造成了很多负面效果，而且这个并不只是我这么说，其实有很多市场派的，甚至是建商代表，他们也自己都出来，他们也都吓到，他们觉得说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模式，对，它已经过热到他们觉得说已经超越了低调赚的这个范畴了。新青安既然已经木已成舟，那要不要使用，大家就衡量自己的经济状况。但是如果是想要继续关注这个议题，或是想要追求更稳定的居住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关注我们的相关的讯息，并且去支持接下来更多的制度性的政策改革，来去达成我们想要的所谓多元、稳定、可负担的居住想象。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洛叔精彩的分享。那这集就先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呢，欢迎分享出去，或者是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